或者现在这里面刚刚讲的祸起萧墙，然后现在开始有马英九办公室跟他对干了，我现在看起来美修刷，可是还不是最恐怖的哦。现在最恐怖的刚刚讲到，你现在我觉得台中市长这个已经这个卢妈已经开始跟他对干了。卢妈下面的人已经开始跟他喊话喽。现在不是知道，我觉得最近看到一个台子，我觉得很好笑，是朱立伦出来搞了一个台子。朱立伦搞了一个台子以后呢，北基的市长，北基桃的市长全部都来了。北基桃的市长表明的是摆明是我站在朱立伦旁边，实质上什么？这个聚会这个画面是反正大会。他现在的状况就是说，第一个他过度轻重，不断的在谈政协会过度轻重这些，搞到国民党内所有要选的人都受不了，所有要选的人都受不了，然后 AIT 就马上安排说，你看安排卢秀燕去美国，卢秀燕去美国那个是准总统候选人的待遇，AIT 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告诉你说，我就挺这个人选2028挺到底了。那另外就是国民党所有的候选人都开始跟郑丽文切割，都切吗？都开始切割啊！你讲每个都你讲说我是中国人，人家就讲我是台湾人了，对不对？然后你今天来讲，比如说像南部那两个，就尽量能不碰你郑丽文就不要碰啦。那你要去你就赶快去，最好早点去早点回来。反正我拦不住你，但是你早去早回都不要跟我扯。那你再看到这一个场子，以前朱立伦在当党主席的时候，在国民党内是什么地位啊？对不对？根本没有人要理他，突然之间变成这么夯，对，为什么？大家就找一个台子跟你讲说，我们就是跟郑丽文不同挂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就告诉你说，我们4个人是站在一起的。所以我只是搞一个青年营队，这个青年营队根本就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小活动。就你就像你蒋万安也来了，李四川也来了，张善政也来了，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更重要，当天同一时间，郑丽文在干什么？在干嘛？在跟黄国昌开蓝白合见面会，一样9点半，同一个时间一样在新庄，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在新北市，所以在别苗头嘛，当场别苗头嘛，就把郑丽文压下去，那个新闻不见了嘛。黄国昌同一时间，所以说现在国民党不是叛变的，我不是叛变，是我搞不好我是跟你不是保持距离。我现在根本就把你给压下去。当然是啊，就一块一块的嘛，各地诸侯他妈各自拥枪自重嘛，对不对？然后第一个就是让郑丽文一个人变成一个号令不出办公室一个笨蛋党主席，这么狠吗？不，郑丽文把那个红统，把那个他们的那个招牌改成红色的，大家都要跳河自杀了。对，哪一个人受得了？而且从你美丽岛电子报民调你就清楚了，本来上个月在做的时候，李四川还赢了这个苏小慧，大概有6、7个百分点，还是将近9个百分点，9跟10个，9到10个百分点。结果呢，才1个月的时间，被他搞红统以后，只差1.1个百分点。而且现在你做的宜兰，现在也看起来也不乐观了。也就是郑丽文这样搞下去，那个整个国民党本来2026是看好的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兵败如山倒了2026本来没有两岸议题，郑丽文一个人搞出来一个两岸议题，而且他居然认为跟共产党的接触、跟习近平的接触是对2026加分嘛？对，而且一直讲，那哪一个人能够同意这个论述？没人。全台湾我们在那边讲嘛，郑丽文说跟共产党合作、跟习近平见面，这个对2026的成果。会有胜利的成果，这个谁能同意嘛？没有任何同意啊！郑丽文会同意，问题他硬干啊，把他搞得国民党的立委吓死了，你知道吧？每一个人当天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你在讲江启臣，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啊。后来我私下打听了，国民党立委真的怕他怕他什么？他会捣蛋，因为他有一个东西叫做成事不足，败事一定有余啊。你这样讲吧，我敢这样子对江启臣。江启臣已经是前国民党党主席，他现在是立法院的副院长，而且他长期下来，他在台中他已经长期耕耘，是有非常大实力。我连你江启臣都可以搞，我有谁不可以搞？如果我什么都敢搞，那每个人都会怕。反过来是他每一个人都敢搞江启臣给你们看，他本身脑筋进水了，你知道吗？他只想要就是一个人，就是变成一个毒夫嘛。独女，你知道吧？他就是金崩多爱，全台湾他第一人，他是台湾第一人啊，所以他根本天不怕地不怕，他连我都不怕不可思议吧？我想了好几天想不通是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我有问题啊？好，所以后者现在咱们讲到，现在包括你知道台中市现在卢妈她现在要选总统，现在每个地方大家都怕她怕的要死，而且整个党内的气氛非常诡异吗？
现在状况像今天这个照片，朱立伦不重要，是其他4个人重要。这是东南互保联盟啊，对对，八国联军，对啊，八国联军搞党中央搞的东西跟我没有关系啊！你去看看，你大家回想一下李四川，所以他变张之洞了。对啊，你想想看李四川谈好的那一天，好，李四川那个辉达一谈完宣布参选，然后马上侯友宜，马上那个刘荷兰。全部都宣布，一天之内搞完，你党中央完全没有角色哦，连你让党中央连蹭的机会都没有，连国民党中央的脸书完全没有这个，郑丽文脸书也没有这个、啊，他们几个人把戏演完了，全部演完了，就是完全没有你的角色啊，他们现在在玩的也是这样啊，对，你今天说你在玩江以诚将来等到提名之后，他的理都不理你。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现在国民党6都其实已经串联完了，每个人的共识就是我离你越远越好。将来你就看到选举的时候，完全没有他的角色，连台我跟你讲，除非国民党中央自己办，你连那个台子哦，你或许上得去的，但是你压轴什么大议场一定没有你啦。现在状况就是说各自，反正你要走亲中的路线，你自己去讲你的，但是我们要选举的人。绝对不会玩的。而且刚刚吴董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哦，当我们在看那张照片，也就是朱立伦办了一个所谓的模拟 Mega 这个 Mega City 的模拟方程式，不是在这个在办吗？对，同一天不是他在跟这个黄国昌办吗？他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新北还没定哎。”我说：“新北怎么还没定？新北不是已经提李四川吗？”他说：“你要看哦，这个郑丽文很坏哦，他后面有后手哦，他后手什么？哦，没有错了，我现在提名你，因为刚刚讲的。”形势所逼嘛，诸侯都已经逼着你非要提不可了嘛，我还要蓝白合。我一方面我已经提了你，然后呢一方面我还说蓝白合，那你不是要搞死大家吗？不是那一场，我觉得才好笑。2个完全没有实权的党主席人谈的跟真的一样。我刚刚讲的国民党的状况，你现在每一个县市长都搞不定，没有一个县市长理你。黄国昌的背后还有一个柯文哲，对，你告诉我你们2个谈的什么东西说了算？2个人就自己搭一个舞台，自己互相取暖，搞得还是真的一样。你今天的东西，你的每一点共识，哪有一个人要买单？他们在那谈什么说将来的首长如何？我蓝白合，然后联合小内阁，联合小内阁是这几个人说了算啊。你今天是郑丽文，可以帮人家把东西塞进去吗？不行吗？人家理都不理你啊，对不对？今天你如果说你今天民众党的人，比如说你像基隆的那个状况，你民众党人浮选有功，你真的有票，好，那我当然就给你。你看李四川最近跟黄国昌闪得多远？对，黄国昌说，如果我初选输了要加入我愿意加入李四川队。李四川到现在硬过没有？吓死了！他怕你们民众党怕死了，怕你柯文哲，怕你黄国昌怕死了。你今天仇恨值2个这么高的一来，我整个票全部都乱掉了。是哦，你过去在柬埔寨有投资，你常常去西港，对，就没想到今天传出来说林炳文他就躲在西港，的时候呢，他居然身中29枪，光头部对就被打了5枪。柬埔寨有这么可怕吗？对，没错，卷入这个88这个洗钱案的这个林炳文呢跑掉了嘛？那跑掉的时候呢，他跑到这个哪里去？大家都说传言他跑到这个柬埔寨去。那一般呢，我跟他讲，躲在柬埔寨的话，很多人会躲在这个金边，但是因为金边呢有很多台湾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在那个金边来说的话，其实你很容易被发现。所以没想到他就跑到这个西港去。西港台湾人少，西港台湾人很少，而且西港来说的话，大部分来说啊是很多黑帮在那边控制。那尤其黑帮来说啊，很多是什么黑帮呢？现在倒不是台湾的黑帮。那边很多都是中国的黑帮，甚至很多香港的黑帮，所以可能他如果能够打点的 OK 的话，不要有台湾人在这个地方引爆的话，事实上他到西港去，我觉得是还蛮合理的一个选择。但没想到就传出来说，他居然他在出去要遛狗，他在这个西港这个地方出去要遛狗的时候呢，我就说平常没有带他会带的3个保镖嘛，所以显见我就跟你说，西港来说的话，事实上他可能觉得相对金边安全，对，他都没有带，就没想到埋伏，居然有人拿这个在路边就喊住他 ，bang， 然后就听说现在很多说法说中了很多枪，有好多个枪手，对，中了29枪，然后他光是头部就中了5枪。他想说，光是指他的眉心的形式就好几枪。对，没错。那有个说法就是说呢，这个枪手呢，其实埋伏在身边，已经跟踪他非常久的一段时间，摸清楚他的这个作息之后呢，在那个地方就出来。好，那我跟你讲，因为什么呢？因为案发地点，我就说西港这个地方，它现在是当地非常知名的新兴的诈骗园区。我觉得这些诈骗园区来说话，
都主要是谁在做？不是台湾人在做，都是中国在做。对，中国在做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有经营他当地的这个赌场生意，人家现在的说法是说，是不是跟当地的诈骗集团还有涉及到利益纠纷之后遭到报复的一个状况？另外一个部分来说，因为他其实从这个我们的洗钱案里面，他也身上也怀有这个巨款了。你那钱到哪里去？当然也很想知道嘛。所以有人会盯上。当然，所以为什么他会不要在金边，他要到西港去，就是这样嘛。他可能不希望跟台湾人有相关的这个关联嘛。但是他到这个西港去之后，你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是怎样呢？他可能有真的跟当地的，比如说中国的这个生意或者中国的诈骗集团在合作之后，可能双方瞧不拢之后呢，才会有这样的这个所谓杀人的这个手法。这种看起来的话，搞不好真的是中国的杀手，或者我们不知道。对，所以来说，你看。一个在台湾也算是这个小有名气的一个人，就没有跑到柬埔寨之后，居然去客死他乡的一个状况。不是，所以你觉得中国杀手的可能性很高？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因为那里都是中国跟香对港杀手。中国非常非常多，所以我才说，他如果真的在西港发生的话，我觉得是很有可能是境外，跟台湾或许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